对不起啊，苏西妹妹，我实在是慌张，听哥又发疹子了，我得赶紧告诉我家姑娘。对不起啊。什么？发疹子了？婷哥只有碰到山药才会发疹子，咱们这边可都清理干净了。清理干净了呀，装山药的瓶子当时就扔了，我回来的时候还特意洗了手呢。匕首呢？你送去之前可有清洗干净？你明知婷哥一碰山药就发疹子，奴婢知错。婷哥若是有个好歹可怎么办啊？我就不该做这样的事情，如今还牵连到了婷哥。明珠妹妹，这么晚了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听说婷哥起疹子了，我要去看看。婷哥没有事儿，是一场误会。祖母一向最疼婷哥，即便是误会，怕也是担心坏了。我去看看祖母。祖母和婷哥都没事，倒是我有些话想同妹妹聊聊。看到明珠妹妹如此关心祖母，还有婷哥，我倒是十分感慨，让我想起之前在罗府的时候。虽然我与他们其实也不是家人。姐姐，你这话是何意啊？我原本以为他们知道与我并没有血缘关系，便会薄待于我，而我没想到的是，他们竟然对我的亲情丝毫没有减少。我这才明白，原来人和人之间的关系，血缘并不是唯一，真心才是最重要的。是啊，真心才是最可贵的。国公府嫡女的身份也并非我所愿，于我而言也只是一个身份而已。我在罗府的时候，因为生母的关系已经受够了纷争，我现在就只想过舒心简单的日子。人心最是复杂多疑的，可是我倒是觉得，只要你相信什么，便会得到什么。心在，人在，家就会在。妹妹，你可明白我在说什么？姐姐，你不用旁敲侧击了，我知道你今夜来的目的。花朝节一事是我干的，祖母和父亲让我接纳于你，我虽是不愿，可我还是努力做了。可是人嘛，都是有私心的，其实我对你相当忌惮。你是嫡女，可我只是个养女，一时糊涂才干下如此蠢事。没想到你竟是一个如此坦白的人。哎，你别这样说我，做错事了就是做错了。其实事后我就已经很后悔了。既然妹妹如此坦白，那我也就有话直说了。其实于我而言，无论是家世显赫还是农舍之家都不重要，我只希望家人能彼此关心，以诚相待，能有个安身立命之处罢了。我知晓了。其实你知道此事是我而为，却没有将我说出去，我就知道你的为人了。你放心，以后这种事情我再也不会干了。既然我们已经说开了，
姐姐，我也有一事想与你直说。妹妹，请讲。我曾邀罗家姐妹入府，以及带姐姐去安北侯府，皆是受义兄所托。我知道，那日在安北侯府，若不是你，我便是没有办法脱身的。姐姐原来都知道。当然，所以我知道你是个秉性不坏的人，而且祖母和父亲怎么会教出坏孩子呢？太夫人，明珠姑娘来了。你先出去吧，把门关上。是。孙女犯了弥天大错，请祖母责罚。你犯了什么错呀？今日这事是我做的，还想嫁祸给怡宁姐姐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？因为不安，姐姐备受关注，祖母又越来越喜欢姐姐，我感觉我唯一可以依靠的也要没了。你这个孩子，你真糊涂啊！我喜欢怡宁，难道就不喜欢你了吗？孙女知错，做完这样的事情之后，我自己都快不认识自己了。起来吧。我给祖母丢人了，我给魏府丢人了，我没脸起来。我早就知道是你干的了，就等着你自己来承认错误。果然，所有的事情都逃不过祖母的法眼。你能主动承认错误，也算是明辨是非的孩子，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没事，起来吧。我这瓶香露绝保是纯露，我可是试了千百次才提取出这么纯正的香味啊！你试试。好干净清新的味道。哎，对了，我听徐国公府的丫鬟说，他们的姑娘爱极了这个梅香。真的？真的，给我也来2瓶。我也要2瓶，我也要2瓶。掌柜的，结账。哎，好嘞。要1瓶吧。你看你的气质，雅致大方，风姿卓然，那你不得来个双瓶，图个吉利嘛？老板，不好了不好了，大家都要玫瑰香露，可玫瑰香露卖完了。你就是老板吧？老板，我们要玫瑰香露。是啊，老板，我们都要。诸位，实在不好意思啊，我们断货了。这样，要不我们签个预订单，想要的付个定金，5日之后来取货。你可说的5日之后呢？对啊，你可要说话算话。定然。走，大家签预订单去。这边。我要2瓶。等我。怎么样？我们今日挣的银子比前几个月加起来还要多。没想到你挺会赚钱的。就是我姐没看到，我继承了我们老林家的经商头脑。可是699，今日下的订单这么多，你忙得过来吗？对呀，只有5天了。都是银子啊！有钱能使鬼推磨，就应该多来些订单，把我累死。行，去吧，去。那我去了。姑娘，你画的是烟容阁，那画上这2个人是谁啊？姑娘，沈夫人刚来国公府了。是为了花朝节之事。太夫人坦白了一切，沈夫人也并未说什么。祖母如此坦荡之人，他们也不会揪着不放的。除了这件事情以外，沈夫人这次来主要是向姑娘提亲的。提亲？国公爷刚回府，
被太夫人叫去说话呢。什么？沈家也要娶怡宁？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啊，好像是敌人打到你家门口了似的。看来我这女儿太出色了，这才回来多久，这么多人看上她。怡宁啊，也确实到了婚配的年纪了。哎，沈家是伯爵府，那也算是名门显赫呀。我不管她赫不赫啊，母亲，我想好了，怡宁的婚事我暂不考虑，而且我这要选女婿的话，要求就一条，得怡宁喜欢，只要她喜欢，人品好，哪怕是出身寒门也未尝不可。儿女亲事，那不都是父母之命、媒妁之约吗？哪有听女儿家自己个儿的？旁人家爱谁做主谁做主，我不管，但我女儿就得她自己喜欢，她做主才行。我知道你是紧张怡宁，但怕就怕在像你这样东挑挑西拣拣的，到头来耽误了她。那我不管，只要怡宁她自己喜欢，我可以亲自上门去提亲。但要是她不喜欢，没有相中的，我宁可养她一辈子。你这叫什么话呀？啊！母亲，这沈公子我还真有所耳闻，那就是不学无术草包一个。我们怡宁怎么可能嫁给他呢？是不是？这沈玉确实是差了点儿啊。那不是差了一点儿。可是你连问都没问，怎么知道咱们怡宁不中意沈家呢？那还用问吗？这整个京城谁不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啊，母亲，你要是不信，你把他给叫来。他，祖母，父亲，你们刚才聊的，我在外面都听见了。那个沈公子，父亲放心，那沈公子我没有瞧上。看，我说什么来着？我女儿能看上他吗？哎呀，怡宁啊，你父亲呢，那是真真的舍不得你啊。可是，你也到了婚配的年纪啊。你祖母说的有理啊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。为父就是想问问你，这心里边有没有中意的人呢？对对对，你喜欢什么样的，说出来，让你父亲和我也听听。我喜欢的人呢，首先要仪表堂堂，人品出众，有才华，但不能是个书呆子，知世故而不世故，武艺高强，心性坚韧，还得护我、疼我。只要和他在一起，他就能明白我心中所想，就能让我觉得一世安稳。这要求挺高啊。这完全是人中龙凤。哎呀，咱们这身边除了我以外，有这样的人吗？隐晦，终难料彼此相会。因双成双对，因水心飞。背影俱尽灰，过往年中湖水追。君之梦，我之愿，相依偎。见过魏太夫人，英国公。罗三公子，好久不见呐！是有些时日未来了。想着今日要把之前的功课都给补上啊！上课去，上课去，上课去，去。
父，我们今日读什么书呀？出其东门有女如云，虽则如云，非我思存。缟衣其襟，聊乐我淫。出其阴都有女如图，虽则如图，非我思居。缟衣如驴，聊可与鱼。这是什么书？听不懂。娘，你等我把眼前的事情都了结了之后，我就上门提亲。等提亲之后，我再慢慢教你是什么意思。你这么快就要向孙家提亲了？谁跟你说的？你别管是谁说的。你笑什么？闹了半天，原来是吃醋了。我已经拒绝孙家了。这事与我有何干系？当然跟你有关系了。在我提亲之前，你可不能对别人拐跑了。这我可做不了主。这个世上除了你自己，还有谁能做你的主啊？那你就对我好点吧。生生双双对。还真不错。哎，谁让你给我题字了？好，那怪我多事了。也是，你说的，话归话，字归字，作画未必要题字。你现在是连中3元的状元郎，这日后官至1品，说不定这幅画我想得到还得竞价呢。哼，那你到底是让我提还是不让我提？那你提吧。愿天上人间，占得欢愉，年年今夜。希望你日日都如此，多欢颜，都有我在。